最近看了南京照相馆，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在这部电影里，他们为了某些目的，竟然篡改了历史中最关键的证据链条，这简直比虚构情节更让人难以接受。第一条，谁把真相公之于众？电影里为了展示我们中国人的英勇，他把最关键的证据链交给了主角一个中国照相馆的学徒，好像就是他冒死把底片运出去，全世界才知道的暴行。但真实的历史是什么？当年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像机记录下惨状的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，真正把这些胶片缝在大衣里冒死运出南京，并最终促成美国生活杂志曝光的是另一个美国人，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总干事乔治·费奇。正是这群国际人士使美国的媒体在1938年3月让真相公之于众，在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之下才制止了更大范围的屠杀。电影里为了突出自己，把外国人的贡献彻底删除了，把功劳全部归给了中国学徒，这难道不是一种贪天之功，偷天换日吗？第二条，为什么要抹黑自己人？这片子不仅篡改外国人的贡献，对我们自己人的历史叙事也充满了问题。电影里说守城司令官唐生智先跑了，国民党军队的军官都跑光了，甚至还拍了自己人拿机枪扫射撤退士兵的画面。但事实是，唐生智当时是接到了蒋介石的撤退军令，人家的本意是要血战到底的。电影里说坦克直接进城，这也不符史实。而所谓自己人拿机枪扫射自己人的场景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。那只是因为命令传达不及时造成的混乱和肢体冲突。为什么影视作品要如此系统性地抹黑他们的抗战精神呢？这明显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创作惯性。历史叙事总是为现实利益服务的，当下的环境如何，历史就会被塑造成相应的样子。就像曾经的一句口号，太平洋铁路的每根枕木下都躺着一个中国劳工的冤魂，但实际的死亡人数和枕木数量根本对不上。当你发现这些被夸大的自豪感是虚假的时候，你的价值观会破灭，甚至会开始怀疑整个历史的真实性。所以，历史远比电影演的要复杂。每个人都要警惕，不要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，被人用虚假的煽情去引导情绪。我们必须自己去寻找史实，去考证，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的时代。